古老的起源，逆袭的主角，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离奇的演变？咱们今天的视频还要从南北朝时期的一则故事开始说起。南朝梁代殷云的小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天帝有一个女儿叫做织女，住在天河的东边。她每天夜以继日的辛勤织布，织出了美丽的云锦天衣。天帝不忍见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整日忙于织锦，不修边幅，于是将她嫁给了天河西边的牵牛郎。嫁给牵牛郎之后，织女从此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于是就连织锦的手艺也渐渐荒废了。天帝得知后非常生气，就命令他重新回到天河的东边，并且只允许他和牵牛郎每年相会一次。故事中的天河指的就是夜空中浩瀚的银河，古人也称其为瀚。可见这是一个发生在天界的神话故事，而且是牛郎织女神话目前已知的有具体情节的最早记载。然而有关牛郎和织女的零星记载却还要古早得多。众所周知，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其实源自于黛色苍穹中的两颗星星，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这两颗星星本身就有过一段偷梁换柱的曲折经历，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详细介绍。在殷云小说的故事中，牛郎和织女的分离是由于织女荒废织布后被天帝人为拆散。从织女婚后的废织，我们似乎还能隐隐感受到故事中牛女二人的恩爱。然而如果我们拂去时间的灰尘，就会发现故事本来的面貌可能绝非如此。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被一名挖水渠的农民发现，在随后展开的考古发掘中，12个墓葬陆续出土，其中最大的是第11号墓，该墓的主人遗骸尚存，墓内只有少量玉器、漆器陪葬，但是随后的发现很快就惊掉了考古人员的下巴。在墓主的头下、右侧、腹部和脚下全是写有隶书的竹简，总计达到了1155枚。就在这批竹简中，有一部当时人们进行各项活动时选择时日吉凶遗迹的参考书，有甲乙两种，共计423简，被称为日书，有些类似于后来的黄历。这部日书甲种简中有2条关于牵牛和织女的简文，原文是这么说的：戊申己酉，牵牛以娶织女，不果3气。戊申己酉，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不出3岁，气若亡。大意是说，如果在戊申己酉这2个日子结婚娶妻的话，就会像牵牛娶织女一样，婚姻无法获得美满结局，过不了多久，其中一方就会将另一方抛弃。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抛弃，而并不是人为的拆散。睡虎地秦墓的主人是一个叫做喜的秦朝基层官吏，他生于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262年。这说明牛女的神话至晚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距今已经至少2200多年。据此可以推知的是，彼时牛女的故事不仅广为人知，甚至成为卜筮者占卜吉凶的例证，而且有了具体的情节。牵牛和织女是夫妻关系，但是结局却并不美好。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也曾出土与睡虎地秦简几乎相同的日书，两者出现的年代也几乎一致。然而奇怪的是，放马滩出土的日书中却并没有牵牛织女相关的简文。有专业人士对这2部日书进行对比后发现，在楚国地域出土的睡虎地日书有较多礼制影响和更浓的神秘色彩，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点。而在秦人故地出土的放马滩日书则显得质朴而具体，更接近于秦文化的特点。除此之外，还发现睡虎地日书中出现了秦楚文化相互融合的现象，比如在甲种日书中就分别载有秦楚祭乐的对照，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牵牛和织女的简文仅仅只是楚地的流传，牛女神话有很大可能起源自浪漫而富于想象力的楚文化。最早关于牵牛和织女的文字记载来自于春秋晚期成书的《诗经》，其中的《小雅大东》里说：为天有汉，坚毅有光，比织女终日妻香，虽有妻香，不成报章，比牵牛不以服香。大意是说，只有那天上银河浩瀚如水，它倒映下来也闪耀着明亮的光芒。天上的织女星每天移动7次，终日不停织布，却不能收获布匹，那颗牵牛星也不能用来拉车装载。诗中将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做了拟人化的处理，并分别赋予了他们劳动的职责，但并未产生具体的故事情节，更没提到2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这首诗是西周中晚期时遥远的东方诸国吐槽统治者的牢骚诗，说明牛女的神话形象至晚在2700多年前就已经诞生了。
到了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盛行，则开始赋予牵牛和织女庇佑人间的神力。约陈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时事新经》中说，牵牛6星主官粮，织女3星在天室东端，天女主瓜果丝棉。牵牛星因位于黄道附近，日月5星的必经之路，被视为天上的关卡或桥梁，主管祭祀所用的祭品，也就是牺牲的流通与天象象征。牵牛在古代的原始本意就是用来祭祀的牺牲，是指可被人牵引的祭祀用牛，并非简单字面牵牛人的意思。而织女3星因为位于天室的东端，被赋予了主管瓜果和丝棉的职责，这也为后世7月初7节日习俗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说到。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睡虎地日书中的2条简短的简文之外，牵牛和织女之间还尚未出现世人皆知的情感纠葛，直到那个伟大朝代的到来。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寿3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攻伐吴越，而在上林苑征调有罪官吏，挖掘昆明池，作为西汉水军的核心训练场所。昆明池周长40里，形状酷似天河，并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雕刻牵牛织女石像于昆明池东西两岸，这在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中都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载。时光越千年，上世纪50年代，昆仑池牵牛石像在西安常家庄村北被发现，织女石像在斗门镇棉纺厂内出土，让我们有幸能够一睹这对神仙眷侣在汉朝时的风采。牵牛石像高258厘米，上身微微倾侧，五官清晰，短发，脸阔眉凸，右手曲肘上举，左手贴于腹前，做握将牵牛状，身着交襟长衣，腰间束带，眺望远方的目光和紧密的嘴唇，散发着农耕文明时男性的刚健气息。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人物脸型圆润，便垂脑髻，身着右衽交襟长衣，双手环垂于腹前，整体为髻作状，好像正在织锦。她双眉紧锁，嘴角下揪，满脸的愁苦与悲戚，仿佛在诉说着与牵牛的千年离愁。据说这2尊石像当年被长安百姓尊称为石爷和石婆，是现存牵牛织女形象最古老的实物遗存。牵牛和织女分别站立于昆明池的两岸，象征着天上的牵牛和织女被银河所阻隔，说明至晚到了西汉时，牛女分离的神话元素就已经形成了。《史记·天官书》中甚至还对织女的身份进行了官方认证，说织女天女孙也，织女是天帝的孙女。这个楚人所开创的大汉王朝对于牵牛和织女的神话理解，居然和数百年前楚国地域出土的睡虎地日书中的记载不谋而合，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巧合？除了这2尊石像之外，汉代墓葬画像石中也出现了许多牵牛和织女的内容，比如1973年四川郫县新盛场出土的东汉棺盖顶部画像，画像的主体是青龙白虎捧璧，而另一端是牛郎织女画像。画面上一个男性正牵着一头牛，他两腿呈弓形，举手回望，用力拉着一头往前奔跑的牛。右边的女性一只手拿着织布的梭子，一只手挥袖做指示状，仿佛在招呼牵牛过去。又比如河南南阳白滩汉墓出土的牛郎织女画像，画面的主体为天文星象图，在石像左下方刻有4星相连呈梯形，内刻织女，形象为高髻，拱手祭坐。画中刻白虎星座，将牛女左右分离，画面上的右上方3星相连，下面刻有牵牛，形象为头梳高髻，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将牵牛。从这些几乎一致的人物造型可见，汉代时牵牛和织女不仅已经有了固定的形象，而且处于人尽皆知的分离状态。东汉末年的一首《迢迢牵牛星》可谓道尽了彼时织女的心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在7月初7的前后，这种情愫似乎会变得格外强烈。夏小正中说，7月初昏，织女正东向，意思是说，在7月的黄昏时分，织女星正好升到1年中的最高点，其有2颗较暗的小星形成的开口朝向正东，正对着隔河相望的牵牛星。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织女在战国时被赋予了主管瓜果和丝棉的职责，所以汉代身份较低的宫女们会在7月初7这一天别7口缝衣针在衣襟上，以祈求织女赐予他们心灵手巧和高超的纺织技巧。这就是后来乞巧节的前身。渐渐的，与织女有关的这个节日也演变成了她与牵牛1年1度相会的日子。
大连怪认为，到了东汉末年，牛女分离的神话元素就已经形成，并且两人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情愫，但是并未形成很完整的神话情节，直到视频开头提到的近300年后的南朝梁元的小说，而这也仅仅只是牛女神话曲折演变的一个开始。鹊桥情节出现在牛女神话中的准确时间一直很可疑，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记载来自于东汉风俗通义中的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但奇怪的是，现存版本的风俗通义中并没有这句话，只是在唐代韩鄂的《岁华记历》卷3中引用风俗通义时才出现。南北朝时期的庾信曾写过一首七夕诗，原文是这么说的：牵牛摇映水，织女正登车，新桥通汉使，及时逐仙茶。诗的前2句说的是牵牛远远地站在银河对岸眺望等待，身影倒映在银河之中，织女正登上车辇，准备经过新桥渡过银河与牵牛相会。诗中的新桥指的是天津九星，天津九星就像横跨在天河上的一座天桥，在星空神话中，它是众神通过银河的地方。可见至少南北朝时的庾信还并不知道鹊桥的情节，彼时织女过天河走的还是新桥。诗的后2句说的则是南朝梁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一则和牵牛织女有关的典故。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汉武帝因为听闻黄河源头与天河相通，于是命令张骞出使大夏寻找黄河源头。张骞乘木筏溯河而上，1个多月后到达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城郭与州府般宏伟，远远可见室内有一女子正在织布，又见一男子牵牛在河边饮水。张骞于是询问牵牛人这是何处，没想到对方却卖了一个关子，说道：你回去以后可以到蜀地去问问严君平。织布的女子则给了张骞一块织机石，作为他到此一游的凭证。张骞返回后，果真去到蜀地询问那个叫做严君平的人。严君平告诉他，在某年某月某日有克星犯牵牛织女星。张骞掐指一算，严君平说的日子正是他见到牵牛人和织布女子的那一天。张骞后来拿出女子给他的织机时，东方朔一眼就认出那块就是天上织女用来支撑织布机的石头。东方朔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诸君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汉武帝见西王母的那期内容。这个离奇的故事和西晋博物志中的8月仙茶几乎雷同，可见是一脉相承的产物。不过庾信和上述的故事至少能够说明，南北朝时期鹊桥神话可能并未诞生，或者并未广泛流传。无论如何，至晚到唐代时，鹊桥相会的情节就已经家喻户晓了。唐代的那些气宇轩昂、豪迈奔放的大诗人们，留下了数不胜数和鹊桥有关的诗词，比如李白的“银河无鹊桥，非识江安事”，李商隐的“鸾扇斜分凤卧开，新桥横过鹊飞回”，元稹的“天汉陈鹊桥，新娥会玉楼”等等，不一而足。那么为什么是鹊呢？原因之一是乌鹊是一种代表吉祥的鸟，当时的人们认为乌鹊叫预示着远行的人将要归来。原因之二是将前面提到的天津九星连成线后的形状很像一整副鸟类的翅膀，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将它与乌鹊联系起来。更神奇的是，古人发现喜鹊每年到了七夕前后就会脱毛秃顶，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喜鹊换毛的高峰期。人们于是更加相信，就是因为牛郎织女踩踏了他们的身体渡河相会，才导致了喜鹊羽毛的脱落。这个将现实元素与神话故事的完美结合，可以说妙到毫巅，堪称是华夏神话史上的神之一笔。唐代时的七夕节延续了汉代时的乞巧传统，变成了一个盛大而欢乐的节日。妇女们会在七夕之夜摆上瓜果针线等物品，向织女祈求智慧和巧艺。她们会手持9孔针、5色线，向着月亮穿针引线。唐代诗人林杰的一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描绘的就是七夕之夜长安城中家家乞巧穿针的盛大场面。唐代以降直至清朝，牛女神话渐渐与道教仙话融合，并开始经历从天庭降落到人间的过程。在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文》里，牵牛和织女双双来到人间，去到了昆山县东36里一个叫做皇姑的地方。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织女用金篦子画出一条河来，河水汹涌泛滥，牵牛因此无法渡河与织女相会。据说当地还真有一条名叫百费河的河流，人们于是信以为真，还为牵牛和织女修建了祠庙。这个没头没尾的故事似乎只是天河牛女神话的人间复刻版，但是它却开启了二人落入人间的大门。
到了明代，就进入了诸君再熟悉不过的神魔小说环节。没错，牛女二人同样拥有自己的代表作。明代朱明士所著的《新刻全相牛郎织女传》是根据民间的传说汇编而成，并进行了扩展和改编，对后世的牛女神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天庭的神仙金童因为与天帝的孙女织女在瑶池相遇，并眉目传情，犯下天条，被贬下凡。织女也被罚到河东元景宫织锦。金童下凡后，托生到洛阳牛家庄牛员外家为子，取名叫做牛金星。牛金星6岁时父母双亡，嫂子马氏经常虐待他。太白金星将金童受难之事启奏了玉帝，玉帝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命令金牛星下凡，以牛身托生到牛家与金童作伴。这头能说话的牛多次帮助牛金星，让他数次躲过了马氏的加害。10岁时，牛郎与哥哥分家时什么都没拿，只要了那头会说话的牛。牛金星13岁时，在老牛的帮助下重返天庭，在天河边偷了织女的衣服，从此二人重燃旧情。天帝感念织女勤勉织锦，赐二人成婚。没想到婚后二人沉溺情爱，荒废天职。玉帝震怒，将二人分别贬到天河两岸，牛郎居河西天将行宫，织女困河东元景宫，永不得相会。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太白金星联合太上老君为二人讲情，于是玉帝允许二人每年7月7日于鹊桥相会一次，让二人共诉衷情。新刻牛郎织女传整合了历代文献中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资料，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完整叙述牛郎织女故事的中篇小说。后世流传了很多情节，比如老牛教唆牛郎到天河偷织女的衣服，牛郎披着牛皮飞天寻找织女，王母拔金簪划天河等等，都是在这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绎出来的。故事讲到这里，细心的诸君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牛郎一开始被叫做牵牛，直到后期的故事中才叫牛郎呢？这就要说到两颗星星本身的一段偷梁换柱的曲折经历。早期的所谓牵牛，指的是北方玄武7宿中第2宿的牛宿。牛宿的主星官有6颗星，上部2颗像一对牛角，中部1颗像牛的头身，底部3颗就像牛的3只脚。牛宿6星的官方名字就叫做牵牛，主管祭祀所用的牺牲。在牵牛6星的北面有3颗相连的星，被称为河谷3星。这3颗星被认为是天地的3位将军，中间最亮的河谷2是上将军，分列左右的分别是左右将军，而河谷2就是我们现在人尽皆知的牛郎星。有一种说法，牵牛的称号最早是属于河谷3星的，后来在28宿形成的过程中让给了牵牛6星，但是民间仍旧习惯将河谷3星叫做牵牛，所以牵牛6星和河谷3星常常被人们混淆。直到后来牛郎织女神话成型之后，人们终于将与银河西岸的织女星天津寺一起组成著名的夏季大三角的河谷2确定为牛郎星。河谷的3颗星里，中间的河谷2最亮，左右的2颗比较暗，看起来很像中间的人挑着一副扁担，所以后来牛郎用扁担挑着一儿一女上天去找织女的神话情节就是来源于这里。织女星也常常被古人与北方7宿中第3宿的女宿相混淆，因为女宿4星也叫戊女4星，主管布帛财制与嫁娶之事，所以织女星又渐渐被赋予了爱情色彩。7月初7也产生了女子祈求姻缘的内容，发展至今就变成了一个充满爱情色彩的浪漫节日。牛郎织女神话经历了长时期的流转和演变，从胚胎时的远古星宿到雏形时诗歌中的拟人，再到汉朝时的形成和南北朝时的演变，直至唐朝以后逐渐的定型和成熟。2000多年时光的打磨，让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芒。故事的男女主角也经历了从悲情到圆满的逆袭。爱情本身就是一个绝对永恒的话题，亘古未变。悲剧性正是美丽爱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那个圆满的结局，则是在悲情中绽放了一朵最绚烂的花。正所谓神功召集意灵阙，直渡银河云座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脸怪在此诚挚祝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